现在是凌晨2点15分，我们要出发前往加州的1号公路啦。我们进加州啦，现在是4点46分。进来加州已经开始塞车了，你看前面又塞那么长，哇！整个云海就笼罩在山上哎，哇！这边为什么这么多采油的机器啊？对啊，哦，真的都在采油呢。哇，你看这两边，哇，好多哦。我们现在要进1号公路啦！哇，我们现在在加州1号公路上啦 ，California One， 正式展开加州1号公路之旅。加州1号公路是一条从旧金山到洛杉矶，全长656英里的沿海景观公路，也是北美最受欢迎的自驾路线。更是我一直想挑战的地方，只可惜因大雨发生滑坡，导致路线中断，眼看着通路希望遥遥无期。最后我们决定采2段式，先开到最北的景点，再南下到封路处，然后折返绕路再行。虽然会多花约4小时的车程，但我们还是满心期待的展开这一次的1号公路之旅。哇，我们看到灯塔啦！我们现在就是要去这个灯塔，歌点灯塔啊，维修啦，它围起来了啦。我觉得怎么不像灯塔？对啊，怪怪的。维修中。现在是下午2点钟，我们到1号公路的第一个景点啦，叫歌点灯塔。哇，这个海边也是很漂亮。哇，这个海好漂亮哦！哇，你看，虽然歌点灯塔在维修，不过还是很漂亮。这边有关于它灯塔的整修计划。哇，你看它本来灯塔里面很复古，已经很有历史了。它原本是从那个波士顿要航行过来旧金山的时候遇到大雾，所以就不小心在这边撞到旁边的礁石，就沉船了。那为了防止憾事再发生，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做一个灯塔来指点往这边过去的航行的船只。那一艘船就叫信鸽号，所以这个灯塔就以信鸽号来命名，就叫歌点灯塔。这个就是当时信鸽号沉没的时候，它的一块残骸就立在这里，当作纪念。哇，这个海浪的声音好好听哦！我们现在在加州1号公路上，这是最典型的，就一边是山，一边是海。哇，好美哦！哇，这个卡皮托拉小镇也是很漂亮。哇塞，你看这个红叶，哇哦！哇，这里的气氛真的是很好，很悠闲。我们等一下去海边看看。哇，你怎么这么大只啊？你好大只哦！了解了解，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哇，我们走下来皮卡托拉沙滩啦！哇，你看好多海鸥哦，这么多海鸥。海鸥在悠闲的洗澡，偷窥海鸥洗澡。
哇，这个就是七彩屋啊！这个是美国海岸最古老的一个艺术村。这个是在1869年的时候，当时这个区域的土地拥有者啊，决定在这边盖一个度假饭店，让所有喜爱海洋的人可以来这里度假。然后你看这个成排的彩色房子啊，就是这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威尼斯饭店。你看这威尼斯饭店建于1924年，你看这个是美国第一个在海滩旁边盖起来的那种一整排的公寓式建筑。哇，你看这个七彩度假村，好有拉丁艺术风格哦，像童话一样，好梦幻哦，好漂亮。哇，你看这个码头啊，它是在1980年的时候新盖的。它盖的时候啊，它还是用很传统的方式，它完全是用木头建造哦。你看这个沧桑斑驳的木质码头，真的是很有古朴的风情啊！这完全保留了当时古老的历史风情，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哇，好多海鸥哦！好多人在冲浪。现在是加州时间早上6点40分，我们要出发前往17里海湾啦。大概还要再开1个小时左右的车。我们的车子奔驰在田野上。哇，看到海啦！哇，你看沙丘都已经满到路边来了。我们现在已经进来 17 Driveway 了。Border Rock 到啦，鸟岩到啦。哇，你看前面那边一堆鸟。现在是早上将近8点左右的时间，好多海鸟在这边聚集哦。然后这边还有海狮，不停地发出喧闹的叫声，然后还在海面上不断的起起伏伏，它们正在积极的觅食早餐中。然后这一块白色的岩石上面更是停满了满满的海鸟，很多。哎，这群是海獭吗？是啊，海獭。对啊，它在仰视。哇，你哪只狗嘴？你怎么那么可爱？哇，你看这里有鹈鹕，它在海面上，坐在海面上。这一块石头上面有好多海豹哦。这个鸟岩上面成千上万只鸟。海豹岩到了。海豹岩啊，它最佳观赏的季节是1月到3月，会有很多海豹跟海狮。可是今天没有了。我们现在是11月底来的感恩节，所以没有看到。哇，这一条西岸的公路真的是太漂亮了，果然不负它是西岸最美的一条公路的一个美名。然后这边也被称为是富人的后花园，
这边就是豪宅啊、高尔夫球场啊、度假村，都在这里面。然后这边入场是要钱的哦，刚刚入场一车是$12，那可以待上1天。我们到11啦，克罗克森林。哇，这里好漂亮啊！它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步道，他们是说这些柏树林拍起来就很出片，就很有特色。你看，一大片郁郁葱葱的。前面还有2只小丽儿，它在跟我对看。你看，这里是一户人家哎，这是一个豪宅哎，大豪宅。你看，它就在克罗克森林的对面。哇！好有历史感哦。好漂亮啊！我们现在到孤独松啦，孤独松啊是17马海岸的地标性景点，我们去看看，在前面而已哦。哇，你看好多骑脚踏车的人都有进来看，有看到吗？在前面。哇，这就是孤独松。哇，它就这样一棵矗立在海边的岩石上，哎，这棵孤独松啊，是17里海岸的一个地标性的景色，它也出现在很多的电影里面哦。哇，它就这样子矗立在海岸边的一颗岩石上，好坚毅不拔哦。它这边以前就是可以让人家从这边走过来的，你看可以直接上到那个上面去。可是后来因为危险，再加上可能会有人为的破坏，所以他现在到这边就把它围起来了，已经不让人家过来了。我们现在来到鬼树啦，听说长得很诡异哦，我们去看看。它其实鬼树的意思没有特定说是哪一棵，就是你看这边每一个树造型都很特别，张牙舞爪的，奇形怪状的诡异的树枝在这一片里面，所以好像也没有特定说哪一棵才就是鬼树，每一棵造型都很特别。你看它的树枝上，因为承受着海风还有这些湿气、气候的影响，它挂了好多那个绿绿的一些生物在它的树干上，感觉就好像阴森诡异的感觉。这一棵古松也是长得很张牙舞爪，就是在海风的吹袭下，你看每一棵树大概都光秃秃的，然后如果阴雨天来这一区，应该很有诡异的气氛吧？你看这棵树也是光秃秃的树，然后还蛮漂亮的。我们现在到比克斯比大桥啦！哇，你看这座大桥好美哦！等一下我们走近一点看看。那我们到加州1号公路最美的一个景点了，它就是比克斯比大桥，就在前面这里。哇，你看它紧邻的这个海岸线真的好漂亮哦！哇，这个桥可以堪称是加州出境率最高的一座桥了。你看，它就位于这个漂亮的那个加州1号公路海岸线的旁边。然后就沿着这条海岸线过来。哇，这个比克斯比大桥啊，它是在1932年完工的，
这在当时啊是世界上最大的单拱水泥桥啊，真的是很漂亮。这个海岸线真的是好漂亮。比克斯比大桥经常出现在影视广告中，是大苏尔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其实，在靠山的另一侧能拍到更美的风景，但由于当天施工无法进入。有机会到这里的话，千万别错过山边的取景，会让你有拍汽车广告的错觉。我们到飞佛沙滩啦，这边主要就是要来看紫沙滩。我们到飞佛沙滩啦。国家地理杂志说，这个是世界唯一的紫沙滩。听说它现在是目前唯一的一个紫沙滩，可是好像不太明显。我们有看过黑沙滩、白沙滩、绿沙滩，现在要去看紫沙滩。你看前面的柏树也是非常怪异的形态，生活在这里。然后每棵也是都很巨大哎，你看。哇，在沙滩旁边啊，有看到一棵柏树，哇，这棵好漂亮哦，好像有修整过的感觉，很美耶，这一棵。哇，我们到飞佛沙滩啦！它的沙真的是紫色的，你看，真的是紫色的沙滩耶。哇，你看这一片沙滩，好特殊哦！这一片很大。紫色沙滩的成因主要是由于沙石中富含锰石榴石的颗粒，这些颗粒被冲刷到沙滩上后，海浪的冲击和潮汐的涨落会使不同密度的沙石颗粒分离。颜色较深的紫色沙石便聚集在海滩上，形成这幅独特的紫色沙滩景观。我们现在就跟着这个紫沙滩的脚步去看那个海石洞，它就叫 Keyhole， 是有一个洞在落日的时候，中间刚好太阳会落在它的正中央。可是我们这一次虽然月份对了，但是时间不对，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等到日落的时候。旁边还有另外2个小的海石洞，我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了。不过那个水冲进去的那个威力还是很大。去看那个麦克威瀑布，然后是位在一个州立公园里面。那停车是采自助付费的方式。我们今天去了3个地方都是要付费的。石七里海湾是12美金，然后刚刚紫沙滩是15美金，这边麦克威瀑布是10美金，它是采自助付费的方式。那我们刚刚路边旁边有空格，所以我们就走路进来，没有付钱。那因为他刚刚门口说要从这里进来，我们刚刚有点怀疑，然后这边就有了，很明确的，从这里下去。好，我们要去看麦克威瀑布啦。这就是 Overlook 的 trail。楼梯走下来就是一条 trail， 就沿着这个 trail 走，已经有听到水声了耶。哦，前面还要过一个涵洞。麦克威瀑布到啦，
这个就是麦克威瀑布。哇，配合这个沙滩真的是很美，很漂亮。这个麦克威瀑布最大的卖点啊，就是它用瀑布的形式直接注入海中。哇，真的是很漂亮。这个沙滩真是太美了。秘境沙滩。我们今天1号公路是完成了北边的半段，因为中间断掉了，直到那个麦克威瀑布那边就断掉了。然后明天我们会再接另外一边去看那个海象礁石，那边是南半段了。哦，这条大苏尔海岸线啊，大概全长绵延了90迈，从卡梅尔小镇一直绵延到赫氏古堡。啊，这个是加州1号公路里面最漂亮也是最值得来的一段。你看，这就是大苏尔的海岸线，非常的漂亮，好美的海岸线哦。其实这个山也是很雄伟的。这条公路啊，就是沿着这个山壁，要沿着太平洋所开凿的，所以才会被称为全美最漂亮的公路。哇，这边就是最有名的大苏尔段的海岸线啦！你看，真的好漂亮哦，那个水很清澈湛蓝。这是加州1号公路啊，你看很多车子，今天是感恩节，所以车子很多。前面就是比克斯比大桥，哇，这就是加州1号公路的海岸线啊，真的是超漂亮的。我们到卡梅尔小镇啦，哇，你看这个小镇，它的所有的房子都好像童话故事一样哦，都盖得好可爱，好漂亮。你看，哇，你看这些建筑物好可爱哦。我们来到卡梅尔小镇啦，这边听说就是格林童话的缩写。这个小镇很有童话的风情哦，然后也很有艺术气质。那因为他们这边虽然这边不到100年的历史，但是他们的居民很努力的在维持这里，然后他们禁止一切外来的因素，所以他们这边没有很喧哗的一些元素啊，像霓虹灯啊、素食店啊什么，这边都拒绝他们进来。你看他们把这边打造的好古朴哦，好可爱哦。今天因为是感恩节当天，所以应该大部分店家都没有营业了。我们就来拍拍这些店的招牌跟它的外观。这家店就是最有那个格林童话气息的，像白雪公主的那个屋子一样。然后它是卖早午餐的店，可是听说他们的服务态度没有很好。然后这边还是有2家店有开，一间咖啡店跟一间巧克力店有开。哇，你看他们这橱窗都好可爱哦。他们的店家招牌也都很特别，很别致，都有经过特别的设计。好多艺廊哦，因为这边很多艺术家住在这边，所以这边很多 gallery， 很多艺廊。这里也是这种彩绘瓷砖，超可爱的。哇，这边有很可爱的圣诞节装饰，哇，真的是好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地方哦。